中选会人员贴上公告，万众瞩目罢免案投票日出炉，就定在7月26日。再过1个月，7月26号，大半个台湾会重新进入到一场大规模的选举之中啊。有24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罢免案要进行投票，新竹市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也要进入到投票，还有2位市议级的议员的罢免案也要在这一天投票。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比较频繁每隔4年有一次总统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在2次选举之间有一次全台范围内的9合1选举，所以台湾每隔2年有一次全台范围内的大选但今年不是台湾的选举年，这一次选举属于一个例外程序，它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发起的，最终走到投票的大罢免。说起这次台湾的大罢免我个人觉得有点可悲，也有点可笑我今天就来讲一讲我对台湾大罢免这个现象的看法说起台湾这次大罢免要从去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开始讲起去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国民党、民众党和民进党3党都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一开始国民党跟民众党准备合作，最后这合作破局了，柯文哲侯友宜单独选举，最终等于民进党渔翁得利赖清德最后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在立法委员这层面实际上是3党不过半，民进党获得了51席，国民党获得了52席，还有2席是无党籍，而民众党是获得了8席。台湾的立法会一共有113席，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政党在立法会单独过半。那么后来由于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层面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所以实际上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会是处于多数地位，最终国民党的韩国瑜当选了立法院长。那么台湾也就迎来了朝小野大的局面。台湾在政治运作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朝小野大，就是陈水扁当时当总统的时候民进党虽然是执政党，但是在立法会国民党还是多数党那么后来马英九和蔡英文执政的8年时间内都属于完全执政，也就是说赢得总统大选的政党在立法会也是有多数政党但这一次就迎来了第2次朝小野大。朝小野大的这个政治格局显然政治斗争会比较激烈。你想想，执政党是民进党，他控制了总统府，控制了行政院，但是你的很多施政方针你通过立法院来批准但是立法院又不属于你那多数党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嘛。再加上这一次实际上双方斗争也比较激烈。为什么比较激烈呢？因为民众党跟国民党合作之后，在立法院开会之后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改革，他希望增加立法院的权力，因为自己没有控制行政权嘛，只控制了立法权嘛，所以他们就推出了一个立法会的职权改革法。这个立法会的职权改革法要增加立法会的一些权利，比如说调查权藐视国会的权利要求总统到国会要去听证接受质询等等但这个改革就受到了民进党的极力反对，双方在立法院层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议打起来了。那双方为了控制立法会的这个演讲台那双方互相之间真打，互殴真的是互殴当然后来由于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会控制的多数还是通过了。全案经过2读，现在请3党团干部到议场后面主席室，我们进行沟通。立法院长韩国瑜话都还没讲完，两侧蓝营立委迅速高举手板，绿营立委发射纸飞机朝主席台飞去，却不影响1小时后的3读程序。第57条条文修正通过。通过了之后那行政院就不干了，就几次去复议，复议的结果还是被驳回了。最后民进党就使出了一招叫申请释宪，让大法官释宪。最后这个法案就送到了宪法法院，宪法法院释宪的结果说，你这个国会改革法好多这个法条都是违宪的，就宣布无效。所以实际上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这一波国会改革最终也没有落实但是双方的斗争算是结下了仇。另外还发生一件事儿，大家都知道，这民众党的主席不是柯文哲吗？选举之后没多久就被人查出来，说是当时在台北不是有一栋楼，说那栋楼它提高了容积率，它这里头过程有图利贪渎，结果柯文哲也被抓起来了。
柯文哲被抓起来了，民众党你想想，肯定把这样算到这个民进党身上，认为民进党就想对民众党赶尽杀绝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民众党和国民党那团结起来的意志就更强了，双方在立法院这个层面的斗争啊也就更激烈了。比如说对民进党的很多预算案，那采取封杀、采取冻结的措施。你比如说什么海基会，你海基会现在跟大陆你也不联系了，那冻结；陆委会你平时跟大陆也没什么联系了，很多预算案冻结。双方围绕着这个预算案也展开了差不多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民进党肯定不爽啊，认为他现在这个施政过程中就被你国民党和民众党给绊住了，想干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于是当时在今年1月14号，那民进党的立法院的总召柯建铭就发表记者会，我们不只是说要罢免韩国瑜，我们要双罢。第一个要罢免曾副院长，第二个要罢免国民党41个区域立委，都应该把它罢掉。他们存在只是在卖国而已，只是让台湾亡国而已。这些人存在对台湾一点价值意义都没有。言下之意，如果是罢免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那如果民进党可以在补选过程中间赢得多数，再获得几席立法委员，那么实际上现在朝小野大的局面不就改观了吗？不就结束了吗？他的这个想法就受到了一个民间团体的呼应。大家都知道，去年以来啊，这蓝绿双方在立法院层面的恶斗啊，在立法院层面外有一个叫青鸟活动。这青鸟行动啊，都是支持民进党的，也反对国民党和民众党，就是认为国民党这些立法委员通共，共产党控制他们，然后让他们在这个立法院的层面啊，阻止民进党的这些施政方案的通过。所以柯建铭提出来要罢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受到了这些民间团体的呼应。于是就开始有民间团体起来说准备罢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于是啊，台湾的大罢免就正式拉开了序幕。要说到台湾的大罢免，我们得说一下2016年台湾的选罢法的修改。因为台湾的宪法里头肯定是规定啊，每个公民啊都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4项权利，罢免权呢也算是一个基本权利啊。但是在2016年之前，这个公职人员的选罢法它的门槛比较高。你就比如说啊，你要罢免立法委员的话，你必须这个选区里的投票率得达到50%，然后在50%的投票率的基础上，你赞成罢免的票还得大于反对罢免的票，才算是能够成案。那么在这个2016年的选罢法通过之前啊，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一个立法委员被罢免过的。门槛比较高嘛，50%的投票率，如果你不是在大选中单独搞一次，而且它的选罢法还规定啊，你这个罢免案呢，你不能宣传，你不能随便自己天天在网上造势，所以实际上几乎是没有办法成案的啊。那么2016年，民进党啊就动议要修改选罢法，就把选罢法的门槛给降低，主要有这么几个层次啊。第一，你要想让他提议。过去呢是有2%的选民联署，现在变成1%。第二，要想达到投票的门槛，过去是要求联署的13%的选民，现在降到10%。第三，投票的环节啊，过去要求投票率是50%，现在没要求了，只有一项要求，就是赞成罢免的这个票啊，首先要多于反对罢免的，与此同时呢，还要达到这个选区选民总数的1/4。当时啊，在修改这项法律的时候啊，这国民党还反对，国民党认为这1/4的这个要求都不应该有，他跟这基民盟啊、基进党他们之间是共同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亲民党那时候民进党啊是主张维持这个1/4的这个门槛。这个选罢法通过之后啊，台湾从此拉开了啊通过选罢法罢免行政首长，也包括立法委员的序幕。2017年，当时那个黄国昌是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嘛，就被提议罢免了啊。当时呢，这个罢免呢，最终也没有成功啊，是因为投票率是27%，虽然说啊没到50%，但是关键的是啊，赞成罢免黄国昌的这个票没到25%，也就是没到1/4。不过那次啊，把黄国昌还是吓了一大跳啊。我也要谢谢每一位站出来投下罢免票的朋友，因为你们
让国昌有机会能够虚心的检讨自己的不足，未来继续接受大家的鞭策与监督。那么在黄国昌这次被罢免之后呢，下一次被罢免的呢，就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大家都知道韩国瑜啊，当时不是选上了高雄市市长，创造了高雄奇迹吗？结果他当选高雄市市长之后没多久，就去选台湾总统了。这选总统呢，就惹恼了高雄市的市民呢。所以在2020年，韩国瑜啊，总统大选失败，回到高雄之后啊，这高雄就有一些民间团体发起了对韩国瑜的这个罢免。这个罢免案呢，是在2020年的6月6号投票。最终投票率呢是43%，赞成罢免韩国瑜的票呢是93万票，于是韩国瑜呢就被罢免成功。所以你看啊，2016年的那次如果没有对选罢法的修改，其实2020年啊罢免韩国瑜的这个罢免案也通过不了。为什么？因为投票率没到50%啊，只有43%呢。虽然赞成罢免韩国瑜的票是93万票，还是罢免不了。但是由于选罢法的修改，导致韩国瑜在2020年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行政首长。那当年啊，民进党这些人罢免韩国瑜，那国民党这些人不爽啊，他说你要罢免韩国瑜，我们要罢免你们呢。于是他选了几个偏绿的这方面的立委，比如说林昶佐啊，包括陈柏惟啊。那陈柏惟是台中的立委嘛。后来在2021年的8月份，陈柏惟的罢免案就通过了，这个投票率啊达到了51%啊。陈柏惟当时啊也是仇恨值比较高，所以陈柏惟也成为了第一位被罢免的立法委员。但是通过这2个罢免案，你就可以看到了，这选罢法修改之后啊，台湾的这个选罢法已经有点变成了政党斗争的工具。就是这个行政首长也好，包括立法委员也好，他到底是不是不适任，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可能不重要了，看你不顺眼就可以把你罢免了。而这一次啊，这实际上是这个选罢法修改之后啊，它的弱点或者说它的弊端集大成的一次大暴露。那么在今年年初啊，这蓝绿双方都是高度动员。民进党这方面虽然不是说领衔罢免，但他其实是支持对国民党这些罢免的。那国民党一看民进党啊，你要罢免我们立法委员，那我们也罢免你啊，所以双方拉开架势就开始联署。民进党这边的目标是把国民党所有的立法委员通通罢掉，通通罢一遍，言下之意让你重新选举一次。那国民党就想反制啊，那最后的结果啊，国民党一共36位区域立法委员，有31位达到了罢免门槛，也就是联署达到了10%。那国民党这次呢就不太争气啊，一开始想罢免民进党，说有2位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很危险，还有这个台北的选区啊，有个吴佩瑶，有个吴思怡，他们的仇恨值都比较高。但是最终呢，实际上国民党要罢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没有一个成案，其中那个吴思瑶呢是差一点成案，其实啊那联署票已经超过了10%，但是那个联署人呢后来怕了之后呢，那天给中选会去送票的时候他不敢去了，结果被中选会裁定无效。那么为什么怕了呢？这当然国民党啊自己也不争气啊。国民党啊在这次啊联署过程中间啊，他们有些联署的资料不完整，或者说有瑕疵，结果台北地检署啊到那个国民党台北市的党部啊去搜查，抓了好几个人呢。整个国民党台北市的党部差点都给端掉啊，结果吓得很多人都不太敢参与到这个联署过程中了啊。但不管怎么样，那么达到这个投票门槛的最终结果是31-0。所谓31-0，就是有31位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要通过罢免案，要进行投票了。那么其中有24位就是在今年的7月26号开始投票，还有7位啊，大概可能是在8月23号进行投票。那么现如今啊，这个投票的结果啊还没有进行啊。但是台湾呢，实际上是有各种民调机构嘛。我看到的民调机构是这样的，对整个这次大罢免呢，民意总体来讲是不支持率是大于支持的。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支持大罢免的呢是17%，反对的呢是72%。到了2月份的时候呢，支持大罢免的是32%，反对的是56%。到现如今，刚刚就是上一周啊，我看了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这个调查啊，
支持大罢免的是39%，反对的是48.9%，这中间差不多有10个百分点。但这里头有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支持大罢免的这个趋势是不断的提高的，反对大罢免的这个趋势呢是逐渐在下降的。虽然说总体来讲，反对大罢免的还是高于支持大罢免的。从人群角度来讲年轻人普遍不太支持大罢免。那么这个在中年人的群体里头支持大罢免的人比较多。从政党角度来讲支持民进党的人普遍支持大罢免，支持国民党的呢是普遍反对大罢免。从这个整个台湾区域来讲呢，是南部地区普遍支持大罢免，而北部地区呢对大罢免呢比较反感，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版图但虽然如此但是这次的罢免呢，实际上还是有可能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讲了，台湾现在的立法会里头民进党是少数，只有51席，那么国民党加上就是民政党呢，它现在是在立法会中间是占有多数但是假如这次大罢免被罢免掉了12席，那么按照台湾选罢法的规定，它会在3个月之内进行补选，但是在补选的空窗期，民进党在立法会就会变成多数。那么这个变成多数，他肯定会把韩国瑜给选掉选上一个自己的院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立法院的生态就变天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最终补选的结果，如果民进党在这个罢免掉国民党的这个选区里头赢得6席的选举，那么在整个立法会的生态中间也会重新变成多数党，51加6变成57席你就是在立法会113席中间不就过半了吗？表面上看，现在反对大罢免的人呢比较多，但是问题是在这个罢免选举过程中间，它的投票率会比较低，而在投票率的过程中间呢，反对大罢免的人呢不一定愿意出来投票，而赞成大罢免的人呢更愿意出来投票，因为罢免案呢基本是仇恨动员，也就是说讨厌你的人更愿意出来投票嘛，而支持你的人不一定愿意投票所以现在我看了一下，很多预估机构都认为这31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罢免中间，真有可能出现12席以上的立法委员被罢免掉。那果真如此的话，那立法会真就要变天了。但是我的估计就是6席立法委员最终补选，最后由民进党来获胜，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不管怎么说围绕着大罢免台湾蓝绿两党政党恶斗这确确实实呈现了台湾整个政治生态的一幕那最后我来讲一讲我对大罢免的看法我自己的观点就台湾的选罢法在2016年这次修改它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因为如果你要是不设这个所谓的这个投票率的限制就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把一个立法委员罢免掉，它就带来了所谓的民意跟罢免结果之间的冲突。就像我刚才讲了现在台湾社会是普遍反对大罢免的，但是呢投票结果却有可能导致罢免的结果通过，就是因为罢免本身是一个仇恨动员嘛，只要是反对罢免的人更愿意出来投票，最终完全是有可能跟主流民意完全不对应的一个结果，通过投票的这样一个程序呈现出来，这不是非常荒唐吗？所以我的感觉这种所谓的大罢免或者说这种所谓的选罢法虽然说公民有罢免的权利，但是这个议员也好，行政长官也好，他没有所谓的明显的瑕疵，没有明显的过失，还是不应该轻易的被罢免。不应该被轻易的罢免，你就必须要提高罢免门槛。你现在只规定1/4的赞成罢免票，不设投票率的限制就可以罢免，这个门槛没有办法对这个动机进行限制。所以未来台湾应该修改选罢法，把这个投票率还是要提高起来。你觉得50%比较高，你至少得提高到40%。你没有40%的民意基础，你这个罢免这正当性何在如果没有这个限制你现在这个罢免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政党恶斗的工具。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国民党这些立法委员有31个人被罢免案通过了那这31个立法委员难道真的他们都不适任吗？难道他们真的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吗？我看不是。
你比如说台北市的立法委员徐小新，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支持我的都必须要出门投不同意罢免所以呢，我想我是非常危险的这件事情呢，也坦白的跟大家说，是吧？那徐小新啊，在立法会啊，那战斗力爆棚啊，王宏威战斗力爆棚啊，但是正是因为他战斗力爆棚，他就引起了民进党的记恨，仇恨值比较高。但是说明不说明他没有民意基础呢？假如说现在搞的不是罢免案，搞的是一次立委选举，那我相信徐小新肯定还会连任。但是由于是一个罢免案，支持徐小新的人可能不一定出来投票，导致徐小新真有可能被罢免吗？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最终导致了罢免这个所谓的公民权利变成了一个政党斗争的工具，这是完全不合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就台湾这几年的确陷入到了政党恶斗之中。我过去到台湾的时候，我不是批评过台湾吗？很多人都不接受我说台湾选举花费的成本太高了，大家的政治热情太高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我采访严家琪的时候，严家琪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大家对政治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但是台湾社会中间普通人对政治的热情太高了，这种政治热情太高当然也是因为台湾社会比较撕裂导致的那么这种撕裂的社会，最终导致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最终为了搞败政治对手无所不用其极，把所有的这个政治程序都利用到了极大值。那最终导致台湾现在这个社会是变成了政党恶斗，还有选举，有各种各样的程序。但是这个选举和程序背后你可以看到了，台湾社会的底层认同已经慢慢的流失了。那么最后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就给人感觉台湾社会其实就是一种打着引号的劣质民主。我这话说出来，肯定很多台湾的朋友不愿意听，但是我自己出于对台湾社会的热爱，我说的这个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其实我们对台湾还是有满怀期待的，都是希望台湾社会给整个大陆，给整个大中华地区打一个民主社会的样板。但是你这种政党恶斗说句心里话，给大陆这些普通人的观感也不是特别好看，给人感觉台湾的民主这个社会没有产生谦谦君子，相反最后双方政党恶斗的结果就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方式好像是让人觉得是政治格调普遍不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这次大罢免虽然发起者是民间社团，但谁知道幕后的主谋是民进党。民进党是现在台湾的执政党，我觉得他看到立法院里面自己不是多数党就把所有的在野党的立法委员通通罢一遍，让他们重选一遍，这种做法不妥当。虽然说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次的立法会的会期里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有争议的方案，比如说立法会的这个职权修改法里面呢，就增加了自己的职权调查权藐视国会的权利但最终这项法案最后通过大法官的释宪，实际上也没有实现。也就是说，蓝白他们提出来这个方案，最后在宪法法院那个地方受阻了。还有你比如说，这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来的冻结那些预算案，最终实际上大部分预算案呢也都实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民进党看到自己的施政过程中间有一些不顺畅，你就直接把在野党立法委员都罢一遍，那在我看来这不太符合民主的精神。我们知道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里面就是行政机关由一个执政党来执政，但是在立法院由另外一个执政党控制这种现象实际上是非常多见的。你就比如说美国美国经常会出现民主党入主白宫获得总统席位，但是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或者是控制参众两院中间的一个院。那反过来，共和党当总统，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的事情呢也并不少见。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实际上他就需要朝野协商，需要执政党和在野党就那些法案也好，也包括那些预算案也好，双方私下勾兑嘛，协商嘛。所谓妥协就是民主的一个基本精神。我就从来没有见到美国的这些政党在过程中间看到这个对方的立法院的这个立法委员不顺眼，看到自己的方案实行不下去的时候，就把对方的议员给罢免了。
一届立法委员的任期也不过只有4年，你4年之后再重新接受一次民意的检验就好了嘛。所以啊，通过罢免在野党立法委员的方式，希望在立法会获得多数，实行完全执政，这种方式本身在我看来确实不妥当。有人指责民进党说搞这个所谓的民主独裁，所以什么叫民主独裁？就是在票选基础之上不尊重反对党的这样一种利益诉求，这实际上就是民主独裁嘛。逾80%的民众主张台湾的未来由85%主张台湾的未来由全体2300万人决定，这80%的力量一定要发挥出来。怎么发挥呢？用民主淬炼出国家团结的力量。这80%的民意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罢免，一张又一张的选票，像打铁铸剑一般，一锤又一锤，千锤百炼，百炼成钢，打掉杂质，淬炼出捍卫主权、守护民主钢铁般的意志。当然了，我不轻易给民进党下这种结论啊，否则的话，我将来不但5年之后不能去台湾了，我估计我50年之内都去不了了啊。但我个人觉得啊，实际上朝野协商、共同妥协，哪怕是在制度的范围内度过这4年，这应该是尊重游戏规则的一个基本立场和精神。但现如今，通过把所有的立法委员在野党的通通罢免一遍啊，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执政党对在野党的霸凌，利用所谓的这种制度的空间，对所谓的在野党实行政治报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社会只会越来越撕裂，国民党、民众党跟民进党之间的这种政党之间的仇恨只会越来越严重。而这种情况对整个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好吗？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好处。那么最终获得好处的，可能只是大陆的共产党，他们看你们这个东西都当笑话呢。甚至包括很多大陆的民众，也把台湾现在的政党恶斗当作是一个笑话来看。台湾可以不当华人之光，可以不当这种所谓的民主的典范啊，但是你想想，你如果这样一种政党恶斗，最终所获得的结果，真的是有可能渔翁得利。这一点，在我看来，才是值得台湾朝野各党，也包括那些主张大罢免的那些民众团体深思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24名蓝委罢免确定成案，包含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台北5人全雷打，新北洪孟凯、叶元之、张志伦；桃园牛许廷、涂全吉、鲁明哲；台中廖伟翔等3位新生代；云林丁学忠以及花莲傅昆萁；台东黄建斌、新竹郑正乾；基隆林佩祥；警铃大响，国民党出击。而这一场，就连已经审议1周的立法院长韩国瑜都将现身力挺。中选会人员贴上公告，万众瞩目罢免案投票日出炉，就定在7月26日。其实，我们不只是说要罢免韩国瑜，我们要双罢。第一个，要罢免曾文院长；第二个，要罢免国民党41个区域立委，都应该把它罢掉。他们存在只是在卖国而已，只是让台湾亡国而已。这些人存在，对台湾一点价值意义都没有。呼吁每一位在这些区域的朋友们站出来投下同意罢免票。罢免傅昆萁，坚定投同意。我期待更好的花莲未来。虽然那份民调非常的诡异可是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方法做民调，我觉得呢都可以跟各位说我其实非常的危险。那也请各位支持我的朋友一定要出门投票，投下不同意罢免。但我对于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相信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到了最后的关头，大家还是会站出来投票，投下不同意罢免。